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本期教程将手把手带大家如何装修一个我们的 Shopify 店铺。这期教程时间会很长，会详细讲解到每一个功能的装修。那这里呢，我会分解一个不同的功能和配置，可以呢让大家拥有一个功能齐全的一个在线商店，并且呢开始销售你的产品。那本期教程呢非常适合一个初学者、新手朋友们。看到这个视频呢，如果说你刚刚入门的话，那记得这个视频的话，你一定要看到最后。这里我也会把一个 Shopify 的一个链接放在描述栏，大家可以登录，跟着我来一起来实操。如果说你已经登录了一个 Shopify， 那你就会跟我一样来到这样一个页面。那这个呢就是一个 Shopify 的后台。那首先呢，我们先要找到我们的一个主题模板所在位置。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个网上商城。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主题，我们把鼠标往下滑，那在这下面就可以看到这些主题模板。那也可以叫一个主题，也可以叫模板啊，因为我叫习惯了，这儿我就直接称它为模板。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个模板，那我们点击这个模板商城。那现在访问的呢就是一个主题商店，那我们就可以到这里面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一个主题。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将在你的 Shopify 店铺的整体外观和感觉中呢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那可以看到这个装修好的一个 Shopify 商城啊，它的每一步，它的每一个模块都非常的重要。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店铺需求来选择一个模板。那么这一开始的选择就非常重要啊！你如果说不想花了很长的时间呢，把网站设计好，后期再来进行一个更换，那么我们一开始就要有一个明智的选择。这里你可以浏览不同的一个主题，那可以看到呢 Shopify 呢它有一个自带的12个免费模板，那有100多个付费模板。那你也可以看一下付费模板啊，也可以看一下免费模板。那对于新手朋友，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使用一个免费模板。如果说你看好了某一个模板，想看一下它具体的样子，那么鼠标直接点击进去，可以点这个按钮进行预览。那这里你可以把鼠标往下滑啊，你就可以看到，那这个呢就是它模板里面的所有的一个模块。接下来呢，我们点试用主题，那这里呢它会把这个主题呢添加到我们的商店中。那可以看到它正在快速的加载。现在主题已经加入到了 Shopify 的一个后台啊，已经加入到了一个主题库中。我们直接右键点击，那并且呢，我们在新的一个页面给它打开。为什么我们要在新的页面打开呢？这样我们可以同时切换2个页面。那当你第一次打开这个自定义模板的时候呢，你会在屏幕的左侧看到一个侧边栏。那这个模块当中呢，所有的一个板块都在显示，在左边的旁边这里有一个设置，那这里还有一个返回键。当你选中一个模块，那可以看到我们点击一个标头，那中间这一个页面呢就是我们需要修改的一个模板。那在右边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模板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上传图片、编辑文字等等。所以这里总结一下，它分3个板块，一个呢就是模块啊，每一个模块。那中间是一个编辑区，中间是一个模块区域，右边就是一个修改区域。那在这个上面呢，你能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检查器。当我们要修改其中的某一个模块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检查器给它打开。打开之后，你能看到这个外面有一个蓝色的方框，那么你可以进行修改。那当这个检查器关闭的时候呢，那这里是没有办法修改的。当你某一个区域已经修改完成了，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点击关闭。那在这个右上角呢，这里有一个显示桌面啊，我们的模块显示在什么设备上面。那第一个呢，这是一个桌面设备。那第二个呢，是一个手机设备啊，移动设备。那第3个呢，是一个全屏模式。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桌面。当你修改错误的时候呢，这里呢还有一个返回键、撤销键。这旁边呢，修改好了之后呢，这里有一个保存。那现在我们就用一个桌面的视图呢来进行一个模板装修。那至于一个手机啊，一个移动设备啊，大家也无需担心。现在的移动设备呢，它通常也会被 Shopify 自动适应，因为现在所有的主题呢，它都支持一个移动设备。现在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侧边栏。
无论是你的主页或者产品页面或者其他页面，那这边左侧呢它都有包括到最后的一个页脚。那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都是从一个标头开始到一个页脚结束，并且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可以任意添加区块。那如何添加区块呢？也非常的简单这里有2个方法。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添加区块，那么同时另外一种方法呢，你可以选中这一个模块，那么你可以把你的鼠标呢放在任意一个模块上面在这里呢你就能看到这里有一个加号，点击这个加号呢就会有一个黑色的按钮出现，我们点击一下这里就可以添加区块。那你也可以在侧边栏这里来进行一个添加你可以在侧边栏呢来添加区块。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部分呢它都包含不同的一个区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头，那它有这几个部分，这里的横幅它又有这样几个部分。那我们会看到它带有一个标题块还会带有一个按钮。如果说我们想要进行修改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或点击中间的某一个模块。你想要修改哪一个部分，当你点击的时候呢，你还能看到右边，你可以看到右边的设置呢，在这边已经打开了。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修改。那在这个左上角啦，这里有一个主题设置，这里你可以修改你的字体。那这里你会找到一个字体还有颜色的一个设置，你可以在这里来更改一个字体和颜色，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我们点击这里就可以选择字体。那可以看到它这下面呢有很多字体呢可以选择这下面有各种各样的字体。选择好一个字体之后呢，我们点这个按钮，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字体发生了变化。那这里还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调整字体的大小比如说我把它调整的大一点，那这个字体就变得越来越大了。那接下来呢，这个颜色的选择，我们点这个按钮这里是一个配色方案，那它给了我们几种选择，这里可以编辑我们一个模板的背景颜色。那这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颜色呢？你可以选择哪一个颜色。那选好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返回键，那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页面。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装修模板了。那首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店铺的一个 logo 上传上去，我们点击这个按钮，那这里呢点击这个 logo， 这呢就是一个图片上传。很多新手朋友对于 logo 设计呢，很多新手朋友们呢可能没有一个设计功底，那么不知道 logo 该如何设计。那这里大家可以用一个 GPT 这里我是用一个 GPT 呢，让它来帮我生成一个 logo。同时你还可以用一个密经理来帮你生成一个 logo， 都是可以的我们用 AI 工具来帮我们制作这样一个 logo非常的方便快捷。那这里我也会把 GPT 的一个链接放在描述栏，那可以看到它已经把这个 logo 给我生成好了我直接点击这个下载按钮。那接下来呢，把我生成好的 logo 给它上传上来。这里呢，我们点击这里上传图片点这里上传点击这个 logo 的一个尺寸大小呢，它是1:1这里给我们的朋友说一下我们生成图片的时候呢，把尺寸给它改成1:1就可以了。已经上传好了，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那可以看到当我们的 logo 上传上了之后呢在这个店铺的模板上面它也会显示。那这里呢，你还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宽度当你往右边拉的时候呢，这个 logo 明显的它已经变大了。那么你想让它小一点呢，你就把数值给它调小一点。这边上传好了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点这个返回键。再接下来呢，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店铺的一个横幅。这个呢，它也是访客呢他对你的店铺的第一印象。我们打开这个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呢，就是横幅。所有的顾客进来第一眼呢看到的就是这一张图片能不能吸引顾客，那么这张图片非常的重要了。那通常情况下呢，你要拍摄一个高分辨率的一个产品图或者说是你精心挑选的一个图片，那它比较独特，而且也是你精心挑选的一个图片，那它非常独特呢，又符合你的一个品牌形象。那这张图片呢，这里我要强调大家一定要花时间去准备收集一个呢你认为呢是非常好看的一张图片，非常有吸引力的一张图片，把它放置到这个位置。如果说你不知道如何设计，那这里同样可以利用一个 GPT， 那让它来帮我们设计这样一个横幅图片。
这里呢，你可以让 GPT 来帮你绘图，那同时也可以用 Midjourney 来帮你生成一个这样的图片啊。大家都知道啊 ，Midjourney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绘图软件。那它的设计的话，比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想象力丰富了太多啊。我觉得这里的每一张图片呢都非常的漂亮。那我的店铺主要是做一个装饰品，那我也会把一个链接放在描述栏，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尝试一下。那这里呢，我就选第3张，我放大给它直接保存。那么 GPT 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棒。OK， 回到我们的装修页面，那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左边的一个图像横幅，那在我们的右侧呢就看到了这边的一个编辑页面。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张图片，我们点这个按钮上传图片，点击上传啊，再点这个按钮，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横幅真的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非常的有趣啊。你还可以呢把你的横幅分成2个不同的图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第2个选择，你可以上传你的第2张图片啊。我们点击这个上传，继续点击，那可以看到啊，它同时展现了2张图片。如果说你不想要的话，那你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点击这个按钮来把它进行删除。那如果说你只想要1张图片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啊，把这一步直接跳过。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下面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设置。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调整你的一个图像的一个透明度，你可以把这个值拉大。那可以看到屏幕变得有些黑了啊，我想让它亮一点，那我把值给它变小一点。那么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展示的就非常的好。通常情况下的话，这个值一般调到40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这里的横幅一个展现的高度也可以进行一个调整。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那适应1张图片的，那还有一个小图标，可以看到呢，这个小图标它显示的位置啊，在我们一个商店的一个位置。那这个是一个中等的图标。我们再看一下大图标，那这个大图标啊，它们的区别就是这个大图标呢，装修页面啊，它占的一个位置会比较宽一些。那么一般情况下，中等的就可以。这里呢，它也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啊，为了获得一个更佳的效果呢，我们的图片的长宽比呢，要一个3:2的一个图片。那接下来呢，就看看我们中间的这一个标题和一个小标题。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体呢，我们可以选择它一个显示的位置啊，比如说一个顶部中心。那可以看到啊，它已经跳到上面来了。啊，你还可以选择一个右上啊，一个左中，一个中心、中右、右下方，还有一个底部，还有一个右下角。那么最好的位置就是一个中心，这个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设置。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右下角。这儿呢，你还可以给这个字体呢，给它添加一个背景啊，就点击这个按钮。一个背景的颜色呢，在这里呢也可以选择啊，这里有3个方案啊，有一个白色啊，有5个选择，还有一个黑色，还有一个蓝色。那这儿我们就先不需要把它关掉。这里还有一个按钮的一个位置的选择啊，这里我们可以让它往左、往右啊，或者在正中间。这里还可以有一个运动环境啊，或者滚动放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修改这一个标题。我们点一下这个标题，那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修改。这里这个标题的话，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写，那同样可以用到我们的万能工具ChatGPT，那让它来帮我们写。这儿呢，你可以让它给你写10个、5个，你可以再从中进行一个选择。那可以看到啊，它帮我写了5个，我觉得这个让美丽绽放不错，我把它复制粘贴过来，回到我们的店铺。那在这边呢，我们直接修改好之后呢，这下面标题也有一个大小可以选择。你如果说想让你的字体展示的大一点，你可以选择大一点。那么还有更大的啊，这里我们编辑好了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保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醒目的一个标题，那也是用户对你的第一印象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跟我们的商品相关。那这儿你可以只输入你的一个品牌名称，那总之要让这句话写得非常的有吸引力。编辑好之后呢，你可以直接点击上面这个保存。那同样呢，接下来我们为这个按钮来输入一个标题，点击一下。
这样呢，我们可以直接让它这个呢，我们就直接可以给它取名为一个商店啊。这个我们可以不需要修改。那如果说你想修改呢，也是可以的，在这里呢可以直接编辑。接下来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按钮，第二个按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里添加一个链接啊，让它能够链接到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的店铺里面的所有不同的页面。你可以把这个按钮来给它连接到这里的，可以连接到这些页面。那这里呢，我们就点击这个。那这里呢，我们点击一个保存。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特色的一个合集部分。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产品添加到商店里面。在做这一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你的店铺如果说还没有添加商品，还没有上架一些产品，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产品系列。接下来呢，我们返回一个 Shopify 后台，点击这一个产品，这里呢点击添加产品，这里需要输入一个产品名称。那这里我写一个耳环，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可以用谷歌翻译啊，把它翻译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填入一个描述，这里同样呢，我们可以用到 GPT。那这里呢，我们直接把描述粘贴到里面。那么这个产品，那么这个编辑页面呢，它也自带一个 AI 功能啊，可以让它点击啊，给它一个特点或者关键词呢，它也能帮你生成一个描述。那么不满意呢，你还可以让它重新帮你生成。那总之，这里我们要认真的填写这个标题和这个描述啊，必须要突出你的一个产品的特点、优势和一个独特的卖点。那在你确定的情况下啊，觉得这个非常的不错，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填写到里面。现在我们就需要添加一些产品的图片，我们点击这个上传按钮。那你可以同时选中几张图片，点击打开。那这里呢，一定要确保啊，我们的图片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产品图片，而且它要全方位展现你的一个产品。那这样可以吸引顾客呢，那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顾客。这个产品的图片一定是多角度的啊，不要只是一个角度展现你的产品。那这一张就是我们的一个主图，为什么它称之为主图呢？这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产品页面，这一张显示的就是一个主图，那旁边的就是剩下的几张图片。那所以说这张主图呢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不喜欢这张图片的话，那你可以把这张主图来给它替换啊。我们按住这个图呢，可以把它拖过来。那每一张呢，你都可以把它替换。啊，你喜欢哪一张，你就把哪一张给它放到主图的位置。同时，这里你也可以上传你的一个视频啊，你的视频展现你的产品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设置一个价格。那我的这个商品的话，它的一个价格啊，这里呢，那在这里你会看到两个价格，一个是你的一个预算的价格，另外一个是一个打折前的一个价格啊，一个是打折后的价格啊，可以这样说。这里我们可以先填写，我们可以在这里先填写一个产品的一个原价啊，比如说这个耳环呢，我是99。那这个是没打折的一个价格，那我这里是一个现在售卖的一个价格69，所以它在中间是有一个3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那这样让顾客更加的，那这样可以让顾客觉得啊，这个产品呢它是优惠购买的。在这个下面呢，你可以填写你产品的一个成本，填写产品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你的一个利润率。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库存部分。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有多少库存啊？有多少可以销售？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个30或者50之后，需要注意一点，当你的这个数字降到0的时候，那么你的产品呢，将在你的网站上显示已经售完。如果说你想覆盖这个设置，那你可以勾选缺货时继续销售。那么即使你的产品为0呢，那也可以继续销售。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个数字。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代发货啊，一件代发，一个无货源的一个跨境电商的话，那你不用担心这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会自动的与你的供货商平台进行一个同步。接下来呢，我们到了一个运输部分。如果说你想根据一个重量来收取一个费用，运费，那你可以在这里呢填写上你的一个产品重量。那如果说你销售的是一个数字产品啊，或者服务啊，这里就直接给它忽略掉。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变体，根据你的产品的选项呢，
添加一个。那么这个变体呢，简单的说就是说你的产品有不同的颜色啊，或者不同的尺寸啊，或者不同的材质啊，不同的大小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一个添加啊，比如说我的这个项链它有什么颜色，你可以在这里写上，比如说一个白色。那如果说你有更多的比如说它有红色、蓝色、绿色，你可以点击这个继续添加。那这个呢，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变体的一个添加。那我们点击这个保存，在这里呢，它会出现一个你的颜色它的一个库存你可以填写一下。那包括这个变体它的一个图片，那这里你也可以点击填写一下它的一个图片呢，你也可以上传一张。那可以看到白色的一个图片呢，也已经上传上来了。这里呢，再次向大家强调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代发货平台如果你正在与一个代发货平台同步，并且你的产品可以从他们的商店添加，变体选项也很可能会自动添加，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无需操心。那如果说你的和我的一样有出现不同颜色或者不同大小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里来单独修改它的一个价格和单独填写它的一个价格和数量。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填写。这里呢，我们需要输入的一个页面标签和原描述。那这个部分呢，它会展示在谷歌搜索的引擎的列表当中它会展现在一个谷歌搜索的一个列表。那么在输入这个标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面添加关键字如果说你有品牌的话，可以写上你的品牌名称。那这个描述也是一样你要覆盖一个关键词在里面确保有人搜索的时候呢，他能找到你的产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向上滚动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填写遗漏的地方。全部填写完整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边它是一个草稿呢，还是一个上架的一个状态。我们点击一下，确保你的在线商店呢可以选到这个产品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一个保存。那这个呢是我们自动添加的一个产品我们手动添加的一个产品。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件代发这里我也教大家如何导入一个产品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里呢可以，那这里呢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件代发，那你可以直接通过一些应用比如说一个扔作谱那你可以直接一键把产品铺到你的店铺里面。这里呢我们的产品添加好了之后呢可以点击这个产品页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产品。那么大家可以重复我刚才的这个动作呢，可以进行一个产品的添加。现在呢我已经把所有的产品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当我们的产品添加好之后呢，我们需要给它创建一个合集。那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它进行一个分类。就比如说拿女装来举例那有上装、有下装、有裙子、有连衣裙，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分类就比如说我的店铺呢有耳环、有项链、有手链，那我要给它进行一个分类。那么如果你经营的是一个拥有较大目录的一个商店，那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分类给它分得明确一点。这个时候回到我们的后台主页，那点击产品，产品下面就有一个收藏，那这个收藏也可以叫产品系列。那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默认的几个收藏，如果不需要的话，那我们可以点击给它删除。那我们点这一个把它选中，那这里有一个删除键，更多操作。那这里有一个删除键，我们点删除确定删除。可以看到了，我们删除了一个集合。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个产品系列，我们点这个按钮。那我首先这里是一个星光闪耀的一个项链系列，那这里是一个描述。那这儿呢，我们一会儿将手动来把这些产品添加到合集里面。我们在这里选一张图片来作为这个合集的一个封面图它将显示在你的一个商店中。所以说请确保选择它能够代表你集合中的所有产品的一个图像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添加。那这里点击上传把我们准备好的图片给它添加进来。接着我们向下滚动，可以看到这里呢一个搜索引擎列表，我们点击一个编辑，这里呢可以快速填写我们的信息可以定制一个让我们可以制定一个 SEO 的一个策略确保有关键词呢别人能搜到你的产品。那我们再返回上面，那么这个产品系列呢，它需要包含你的一个品牌名称包括一个产品系列的名称和简洁的一些描述。你可以选择手动呢，也可以选择自动。
点手动啊，你可以手动添加，以防万一它会添加错误啊。我这儿就选手动，点击这个保存。这里呢，我们刷新一下，那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的这个合集已经有了啊，我们可以点击进来。那这时候要做的一个动作呢，我们要手动添加一个产品。那在这里搜索，在这里面搜索一个项链，那可以看到这里面项链就跳出来了啊，可以看到这里面它也出现了一个耳环。选好之后呢，我们点这个按钮，那这里面的产品我们就已经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类了。大家可以重复这样的步骤啊，把你的所有合集呢都创建起来啊。这里点击继续创建。那接下来我们所有的一个合集产品系列全部都已经完成好了之后呢，我返回我们的一个装修页面。那可以看到这里的产品呢，它已经上架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编辑。那这里的文字呢，我们看它的一个大小可以选择。这儿呢可以输入一个你的描述。这里你显示产品的一个数量呢，这里也可以选择啊，你可以选择显示的少一点。比如说我只展示4张，那么这个桌面上的列数，那你可以并列一排啊，也可以给它分成2列。修改好了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保存。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和产品已经有了啊，我们需要一个合集啊，在这里呢，我们要做的呢，添加另外一个模块，那就是一个产品系列。那可以让大家呢在找寻产品的时候呢，他可以直截了当的找到他的想要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就把几个系列呢给它装修到这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添加部分，我们点这个收藏列表。那这就是一个收藏列表，它的位置呢，我们想让它展现在这个上面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把它按住直接给它拖上来。那可以看到它就在我们的一个横幅下面。这里呢，我们做好了这个产品系列当某人他点到一个合集的时候呢，他就会来到一个产品的合集页面查看所有的产品。那我们可以先在这里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名字呢，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比如这儿我给它取一个商品指南。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呈现在这里呢，它不太好，那你也可以点击这个删除按钮。那编辑好之后呢，你还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标题的一个大小，我们选择中间一个就可以。那这里呢，你想出现几个合集产品系列，你可以选几个我觉得这里3个就已经合适。那这里呢有一个配色的选择，这个修改好之后，我们直接点击保存。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合集，那我们点一下其中的一个模块，那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收藏，我们点一下。这里呢就可以选择你的一个产品系列我这儿选一个项链，再点第2个继续选择。下面要保存一下，那我再点这个，那它是一个耳环，那我们要点一下下面这个再点一下这个保存。那它是一个手链这儿我选一个发饰一个手链，点击这个，再点一下保存。那可以看到我的一个产品系列呢，已经全部都已经保存好了。那我们这里产品系列有了，一个特色产品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着创建下一个部分，那么就是添加一个带有文字的图片部分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添加。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很多选择，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店铺变得更丰富一点呢，那你可以在这里面添加不同的一个区块。那这里我们点带文字的一个图像，我们点击添加，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出现在这个页面在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下方。那在这里你可以添加一些关于你的创建这个店铺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小内容，或者说是你品牌的一个内容让别人呢，那让顾客呢更加的了解你。那第一步我们点击这个图片，那同样的我们还是选中这一个模块在这里呢先添加一个图片。那这里的图片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设计的话，同样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密接里同样我们可以用的一个密接里来帮你做一个创意的一个设计。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已经上传好了，我们点击这一个标题在这里呢输入一个文本比如说你的一个品牌，那直接在这边进行修改。接下来就是关于你开店或者你品牌的一个故事，我们点击一下，那同样也是在这边进行一个修改。那么这里呢，你可以把你的字体呢给它加粗一点选择这个，点击保存。那这个字体呢，同样也是有一个大中小可以选择，如果想要醒目一点，你可以选择大一点改了之后保存一下。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按钮，这里有一个按钮。那么同样你也可以改，你可以把你的按钮连接到你的某一个链接里或者说你可以选择一个特色产品
的链接点击一个保存。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页脚，那就是一个页脚部分。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带电子邮箱的一个注册表单，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可以让你开始收集一个潜在顾客。那这个位置呢我就不进行填写了，你可以填上你自己的email邮箱但是这里的一个标题呢可以到这边来更改一个标题，改好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你也可以把这个字体给它加粗一点，这样更醒目。往下拉呢，那这里改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保存。那这个时候又让我们返回一个，这时候又让我们回到一个页面回到左侧。那接下来呢，我们返回这边侧边栏，我们的功能选块这边呢一直往下拉到底。那在页脚这个部分呢，我们点击一下，那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最重要的一个菜单，导航菜单。那么这个呢，让我们注意到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那就是要为我们的一个页脚以及我们商店的顶部呢，创建一个导航菜单。那在进行这一步之前呢，我们先返回 Shopify 后台。现在呢，我们来到这边呢，需要创建几个页面比如一个关于我们退货运输政策隐私政策等等。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页面创建好了才可以将它们连接到我们的主页按钮以及导航菜单当中这儿我们点击一个网上商城这里一个页面，我们点击一下这里呢需要点击添加页面。比如说一个关于我们，点击这个保存，那可以看到这些页面呢我都已经把它全部创建好了，一个隐私政策退货条款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这些页面呢我都已经把它建好了。接下来呢我再建一个点击添加我这里添加一个条件与条款。那这儿呢可以输入一个描述，这里呢一定要把它点到一个可见我们点击保存。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看一下。OK， 我们所有的页面呢都已经创建好了。那接下来继续回到装修页面。那这里呢我们还需要用一个图片来展示要专门用一个模块来展示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那这里我们还是使用一个文字和图片的一个模块。我们点这个按钮，那可以看到这里就添加了一个模块。那使用这样一个模块呢，它其实可以很好的来介绍你的一个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选中这个区域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编辑页面。那这里呢，由于我们上面的也是一个图文，那接下来这里也是一个图文，我们把它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这里呢，我们点这个按钮，我们把图片展现在右边，那上面这个是在左边。那这样创建的作用可以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效果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更改文本。这里呢我们就创建一个社区当然你也可以创建其他的，把文字更改一下。那这文字大小也可以选择。接下来输入一个描述，这儿呢上传一张图片。那接下来呢这个按钮这里呢我们连接到一个地址这儿我们选择页面，选择一个关于我们 OK 了，进行保存。那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信息要分享呢，那么可以再多添加几个页面。接下来呢我们又回到一个 Shopify 的后台，那重复刚才的步骤把你所有没有加的一些页面呢全部给它添加进来。那添加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开始创建菜单。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导航，现在我们就点击这个主菜单。那现在呢我们就点击一个添加菜单。接下来你能看到这里面我们创建好的一些页面。那这个呢是一个主菜单。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来到这个页面它这里有显示一个页脚菜单和主菜单。那我们点击一个主菜单这里面它会默认有一些东西，那你不要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删除。我们点击这个添加菜单，那这边就跳出来一个小窗口。那我们就在这儿输入一个关于我们，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链接我们点击页面这里面选择关于我们，点击这个保存。接下来继续添加菜单，我这里输入一个项链，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项链，继续添加菜单。那我们选择这个，点击保存，那继续添加。那我还有一个手链，选择链接，还有一个手链。那我们点击这个政策，我们点击页面连接到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OK， 那么可以就重复这样的步骤，把所有的菜单全部加进去。那么这里你其实还可以创建一个比较畅销系列，把这个链接呢直接链接到你的一个菜单上面。
如果说你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啊，那你可以像我这样子，直接把它你可以像我这样呢，直接把它拖放在子类啊，一个子菜单里面啊，直接可以抓住这个，把它放到这个线的下面啊就可以了。那这里输入完成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保存。接下来呢，再返回我们的一个导航栏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编辑一个页脚菜单。那这个呢，将会显示在我们的商店的底部。我们直接点击页脚菜单，那么这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设置主菜单一样的，我们直接在这里点击一个添加菜单，这儿输入一个关于我们，再加入一个退货政策，再加一个隐私政策。OK， 我们这里直接点击保存。那我们这个时候再回到我们的一个主题模板上，那可以看到这里主菜单上面已经默认的添加了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些菜单栏。所以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滑到一个页脚部分看一下。那我们点到最下面。那如果说你的电脑上面已经出现了这几个页脚，已经出现了页脚的这个模块的话，我们就直接去改就好了。如果没有出现，那我们就需要点这个按钮进行一个添加。接下来呢，就是添加一些基本的商店信息比如说一个联系邮箱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你的这个页脚菜单呢，也被称之为是一个快速链接，那它就是可以快速的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店铺。那么你的一个页脚菜单块呢，也可以叫做是一个快速链接。可以看到这里呢，已经有了，我们点某一个它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些内容。在这里呢，它没有完全展示，但是你点这个链接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它的内容非常的完美。这里来填上你的一个邮箱就 OK 了，这个地方我就先保留一下。那这里呢，我们的一个店铺装修啦，基本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往上拉，自己看一下。那我们如何来预览我们的商店的页面呢？我们点击这上面的3个点，那这里呢有个像眼睛一样的，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按钮。那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Shopify 店铺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店铺的一个情况。这里我们可以点击其中的一款产品，那你会看到这个产品的信息已经根据我们之前的仪表板后台中的内容已经全部设置好了，所以我们的一个装修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一个保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返回一个 Shopify 后台我们需要检查一些管理设置比如说你的一些运费付款市场货结，还有一个结账。那这些都会在这个设置里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功能进来就能看到。那这里呢，我们点到一个设置功能里面呢，就能进行一个检查设置，并且编辑商店的一些详细信息，确保你的个人资料呢设置正确。那今天这期课程呢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说你正准备做一个跨境电商的话，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一起学习。你还可以观看我的其他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